北宋科考在即，书生包拯因破获鬼新娘案，并寻回大宋瑰宝太和璧，故为八贤王与庞太师所弃，一时隐喻朝野，声名远扬。好香啊，包大哥！你再烤下去，我肠子都快饿细了。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快半天了，你这嘴就没闲着。再吃下去，不用等到京城，你展少侠就要成展小胖了。公孙大哥净会挤兑人，这一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咱哪里是赶路，简直像放牧。修为在即，我们若不抄小路，何时能走出应天府？好了，手饼好了。来，给我一个。阿策，先吃个烧饼垫垫肚子，待茶婆婆回来，我们即刻动身。多谢。乌鸦当头过，非灾即祸，这不会是不祥之兆吧？啊呸！再说这种丧气话，看老娘不撕了你的嘴！我看你还说不说丧气话？你往哪儿跑啊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这坏东西！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夫人好生霸道，怎么一言不合就打人？哎，饭可以乱吃，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！老娘我管教自家闺女，告到皇帝跟前也占脸儿。你个狗拿耗子的，又算哪颗大瓣蒜？你，哎，公子，都是我不好，公子大人有大量，饶我这一回吧。姑娘多虑了，在下并未介怀。谢谢公子，诸位知仁知义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仅奉劝一句：前路乌鸦群集，邪气遮漫，一旦涉足，恐有大劫将至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还嫌他不够灵啊？姑娘一句无以为报，我等实在受之有愧。在下虽是读书人，却也是株玩物不丧志的奇葩。婶子这扇柄上应是瓦舍新出的琴声黄胖，用力一晃，鸟啼鸭叫，鸡鸣狗吠，应有尽有。刚才那乌鸦的啼声，自然是不在话下。下回婶子可得瞅准了再编。老娘我如花似玉，叫谁婶子呢？啊！恕在下嘴拙，还望姑娘把刚刚从我们身上顺走的荷包和玉佩还回来。东西还你，接不接得住看你的本事。摔坏了我可不赔哟。哎，站住！见血封喉镖。
软，白软软，阿软姐姐，能动手解决的事情，白费什么口舌啊？羽毛瓢，竟然让他们给跑了！阿软姐姐不是在寻亲吗？怎么会途径至此？前几日我探查完故乡的线索，便日夜兼程追寻你们。本想图个捷径，未成想歪打正着，与你们在这儿会合。糟了，怎么了？我爹给我的福票也被偷了。福票，福票是考生入科场的必备凭证，如果没了福票，公孙大哥连科场都入不得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先行一步，待我夺回福票就去追你们。不行，咱们行程虽紧，但也不差这一时。若不亲眼见你寻回福票，我怎能安心静静赶考？包大哥说的是，我展某人绝不能在这2条阴沟里翻了船，今日必要将他们给追回。2位公子，哎呀，多谢给我看着这个茶棚啊！不谢。敢问老太，湖对岸是哪儿？啊，对面呀是无极客栈。无极客栈。你们是从哪个瓦子里出来的？你们是演杂剧的，还是耍杂戏的？我们，你这扮相可真是别出心裁。扮相？我什么扮相啊？现在无极客栈里住着个叫包拯的书生，你和他不仅肤色一致，连脑门上的月牙也是如出一辙。先前我还觉得他面相怪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勾栏子弟呀！包拯，您是说，有个叫包拯的人正在对岸？是啊，你们若不信，就去对面一看就知道了。岂有此理！竟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冒充包大哥，本少侠定要好好会会他。到底是何人在假扮于我？船来了，咱们走吧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有船，有船！哎，船家，船家等一等，慢点，夫人，等等我啊！啊，莫急，莫急。哎呀，叫你快点快点啊！跑不动，非得走3步就歇一歇。来，老朽见几位像是读书之人，莫非是进京赶考啊？正是。哦，老朽还是奉劝几位在此歇一夜，明日尽快离开吧。为什么？好，前不久啊。哎，夫人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下，哎，小心啊！几位书生，明天天一亮，老朽就过来接人。你们几位可要赶早啊，因为这里啊只有咱家1条船，错过了明早就只能等下午了。多谢老伯提醒。啊，走好。哎，走，夫人。啊，哎，小心。慢点啊！血魂鳞，听着怪瘆人呐。夫人，
我怎么感觉这里阴森森的？行了，别疑神疑鬼的，快走吧。哦，包大哥，这石碑上有字。血魂林，这说的应该就是前面那片林子了。这名字好奇怪，似乎透着一股杀气，会不会和风魂白骨杀有关啊？杀气之中还带着一股战意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自从上了船之后，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想动手。你们习武之人都不动脑子的吗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可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这想打人的理由有很多。我问你，刚刚那个胖子色眯眯看着你的时候，想动手吗？有点想。这不就是了。与其在这儿草木皆兵，不如赶快找个客栈早点休息。哎，也不能太大意。细细想来，今日的确是怪事连连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你是说血魂莲？不是，我刚才甚至想打公孙策。奇怪，我今天怎么见谁都想打呀？你们说我会不会是走火入魔了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想打公孙大哥啊，我天天都想打。两位侠士，在下劝你们做人要光明磊落。走吧。无极客栈，无极客栈，做生意的人不都喜欢吉利的名字？这无极又是何意呢？会不会是因为客栈老板姓道啊？依我看啊，这老板更像是痴迷玄学。先别纠结这个了，里面怕是有更奇怪的事。有人吗？店家，店家，人呢？别老一惊一乍的。没事，只是一具装饰的头骨。啊！执照。嗯。
你们看，这树嘴中有一炷香。这客栈这么凶神恶煞的，夫人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别碰，这香恰是迷迭香。迷迭香。迷迭香在江湖上所知者众多，它的独特之处便在于燃之无毒，处之剧毒。如若将其中止熄灭，迷迭香便会散发毒瘴，中毒者从生到死，用时绝不会超过1炷香。这客栈怎会有这种毒香？先有凤魂白骨沙，再是迷迭香，这明摆着是有人要置我们于死地呀！无论如何，这客栈是万万不能待了。走，夫人，我们走。哎呦，不能待了，这要死人呐！这怎么有一封寄给包大哥的信？包君会见，吾已在此恭候多时，感君如期而至，不胜欣喜。昔闻包君隐无绝伦，素善断案，吾欲疑辨传言真伪，故将于1炷香内取一人之性命。第一回合，即从香燃之时开始，望君定要珍重性命，不负盛名。血魂铃，血魂铃，这是血魂铃寄来的信吗？是有人假借血魂铃之名，欲以人命为赌注，进行杀戮之事。可此人怎会预料到你会来客栈？会不会和那对居心叵测的妇人有关，或者是那个假冒包大哥的神秘书生？你说，他真的要在1炷香内杀掉一个人吗？哎呦，看看这又是谁来了呀？我最喜欢热闹了。好酒，贼可不就喜欢热闹，人多了才好下手啊。公子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？托我的银票和符票还回来，庞斗便不与你计较。想与我南天竺套近乎的男子多不胜数，你这一招实在不高明。那东西就在你自己身边，公子不如仔细找找。可不是嘛，这位公子，你可不要见色起意。南姑娘一直和沈某人在一起，如何分身去偷你的银票啊？不知公子收了他多少好处，在此酒后编胡话。1壶酒钱，外加2个黄泥巴，吃吧。那是黄胖，喝你的酒去。偷鸡摸狗的无耻小贼，敢做不敢当。嘿，你才是无耻小贼！无耻小贼说谁呢？我才不会上当。你这只蝙蝠身上插鸡毛，算个什么鸟？你，公子的脑子可不大好使啊！别是读书读傻了吧？你说没有偷过银票和符票，为何银票上却有你们标上的羽毛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母女2人就是最近在应天府搅风搅雨的贼人吗？羽毛镖
只不过是用以脱身的雕虫小技。你们真正的拿手好戏，正是见血封喉镖。大人，那个假冒包拯的骗子就是他。这人借着那泸州才子的名声，欺负我们弱智女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什么罪名都往我们母女头上扣。您可要为奴家做主啊！看紧！有本事躲开这一剑的人，哪能叫弱智女流啊？两位也太谦虚了吧！这从来没有人敢让老娘吃亏，砍完一剑就想溜，姑娘找错人了。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娘，此人身手不凡，功力超常，实乃高手中的高手。哎呀，抱歉啊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某姓胡，是无极客栈的掌柜。哎，上官大人，你说你是包拯？正是。敢问阁下是？这位是今年科考的考官，吏部侍郎杜大人。学生见过大人。免礼。你说你是包拯，有何凭证？回大人，学生有符票为证。胡掌柜，那个黑面书生，现在他人在何处？回将军，小的不知。他应该正在客房里歇息呢。你们可曾见过是谁在兽嘴中插入的这支迷迭香？什么迷迭香啊？迷迭香是出奇的毒香，碰不得也吸不得，否则一炷香内，人便会毒毙身亡。好像未有人动过兽嘴啊。哎，不对，你那个兄弟曾在桌子面前晃悠过，我看他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像个好人。靶场就是他了，大人，本将军这就把他给揪出来。你们这些人都回房休息，没有本官的允许，任何人勿得妄动。你等随本官过来。是。胡掌柜，我随去看看。眼下怎么办？包公子，先回房再说。哎，公子，我早已耳闻包公子大名，不过从未听说您还有个孪生兄弟，我差点被他给诓了。你们倒是心下，别人家的兄弟都是争家产的，头一回见到争名字的。怪只怪你们这名字太正经。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鄙人何二，姓何，
因为从小立志当小二，所以叫和蔼。这名字取得挺好，是没那么一本正经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包公子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哎，他先前明明已经回房了呀，不会是藏哪儿了吧？你们看，窗虽闭合，却未落锁。窗沿下端挂着轻微的泥印，此人定是越窗而出。不错，此人假充包拯，必要在面首两处涂抹黑色的面纸。因此，这黑迹正是他用手推窗时所致。至于他鞋底留下的泥印，应是源于河边湿地。他一定是发觉包大哥抵达客栈，唯恐自己败露，急速逃之夭夭。那是什么？像是那位公子的护贴，上面写着无涯。无涯，包大哥可曾认得他？不曾。他若想逃走，只有渡河一条路。大人不妨在此守候，下官速去追捕也好。万一此人并未逃离客栈，此地随时有不测之险，你们定要万分小心啊！是。假若他要在一炷香内杀去一人，绝不会轻易逃离。现下虚实难测，为防患未萌，我们不如先在客栈附近搜寻。好，走。他应该就在附近。展昭，你们去外面找找，我在这儿查看。好。在下包拯，绝无半分敌意。吴兄若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尽可与我坦诚相见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伪装成我？你的死期到了！信果然是你写的。
怎么回事？他杀我不成，最终自食其果。你们没事吧？有惊无险，没事。原来就是他冒充的包大哥。你们看，他怎么会突然面目全非啊？此中应是中毒所致。既然杀手已死，大家总算安全了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船家已经离开，我们只能归返于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小人已将死者的尸体安置妥当。既然歹人已自投罗网，都各自散了吧。是。见鬼！我的账簿里边何时加了一封给包拯的信？第一回合结束，令我大失所望。君之智慧，盖有之矣，余未知见也。第二回合伊始，仍以迷迭香为信，一炷香再杀一人。君且留心，吾乘兴而来，盼君切勿令吾败兴而归。血魂灵，血魂灵，又是血魂灵。可那个乌鸦已经死了。难道他不是机器人？恰恰相反，乌鸦不仅不是寄信之人，反而正是信主要在第一炷香内谋杀的人。什么？讽刺的是，他非但未被写信者亲手所杀，反而因你而死。杀人不沾血，这才是凶手的可怕之处。诸位，对照牌号，自行找房间便是。哎，胡某可要提醒诸位，客栈外的那片林子可万万去不得，否则有命去，无命回。你是说血魂莲？正是。为什么？欲知详情，回房便知。登记。哦。走了。动口又动手的伪君子，还好我和包大哥一个房间。你包大哥是真君子，所以才要配你这个真小人啊！我才不是小人。哈哈，不是小人，那说志同总行了吧？你还是少说话的好，我怕忍不住真打你一顿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啊！我倒要看看这房间里藏着什么香气。你们等等我！
包大哥。10人血魂林，9人难回家。生者化白骨，魂散无影煞。复息绿林者，封命必残杀。奇怪，这既像是故事，又像是警告，会不会有什么深意？我看了几间屋子，都贴了这首民谣。你们这里果然也有。有神秘传说的地方并不少见，但大多都是捕风捉影，以讹传讹，真相和假象往往是天壤之别。对，管它真假，反正咱们在这儿只住一宿，明儿一早就离开，又不会半夜没事跑林子里去转悠。但这件事上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凶手似乎早已暗中操纵，引我们入住无极客栈。这要说不对劲，当属那对贼母女，提起来就是一肚子气。你说的不错，那对贼母女确实蹊跷。此2人道术非常，一向来无影去无踪，可他们这次却一反其道。先是用黄胖造势阻我们前行，偷窃得手后又轻易暴露真身。方才我们尚未拿出什么证据，南天竺便暗中将银票和符票归还，可见他们似乎亦不再偷钱，反而更像故意引我们前来。最让我不安的就是，恐怕无需多时，还会有人命丧于此。如此说来，那对贼母女极有可能就是命名信的信主。除他们之外，还有刚才死去的乌鸦。寄信人似乎算准了他会对我下手。此人到底是谁？冒充我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他又为何会与我同时出现在血魂里？看看这封匿名信有什么破绽。这封信的内容，我早已倒背如流。莫非是这纸张有问题？啊！形同绢皮，光景白厚，谓之鄱阳白。这种纸啊，是前朝官将依旧鄱阳白的制法新创所得，柔韧干净，易于下笔，曾被用作官纸。如今虽被弃用，却也不是寻常人能用上的。墨香纯正，没有恶臭，视为上品。有这种纸墨的人，应该不多。不错，其更似文臣作风。我已向何儿确认过，无极客栈中唯有上官硕将军和杜贤大人是达官显宦。上官将军为调查翰林学士失踪一案前来血魂林，杜大人主动与之同行。杜大人入住客栈后，还曾与乌鸦相谈片刻。你们说杜大人出现在此地是巧合，还是另有企图啊？公孙大哥是怀疑杜大人。杜大人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啊！杜大人，清明，快把烛火燃上！是。小的是毛驴撞草垛，连夜套棉花。你是怎么走路的，大人？哎呦，杜大人，贵体可好？你没事吧？尚好。怎么样，杜大人？你没事吧？见过杜大人。都不必多礼。硕嘴中多了一支香。这不会又是那剧毒之香吧？
正是。胡掌柜可曾看见是何人插上这支香？因尚未开饭，方才大堂里只燃了一方烛台，但不知为何，一眨眼的功夫突然灭了，一片漆黑，根本看不见是谁所为啊！必定是那个顽皮赖骨之人，存心不良。若被本官查出，定不轻饶。哎，大人不可！胡掌柜，啊！想不到你自家客栈竟还藏着幅美人图啊！他莫不是你的老相好吧？哎呀，将军，您可是抬举小的了。这幅画像，小的也未曾见过呀。你。师妹未解丹枫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好怪的提示，包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媚丹枫，师妹未解丹枫意。媚丹枫，媚丹枫正是多年前死于血魂林的无面女人。创制封魂白骨砂的祖师奶奶就是她。封魂白骨砂，据说封魂白骨砂是致命毒砂，此砂细密无比，以至于肉眼不见其形，如同媚丹枫的魂魄一样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但这砂却如毒龙恶物，可迷人心智，溃裂人肤，待到毒发之际，便如灌重重地狱，犯魂乏术。而且媚丹枫每杀一人，便会留下一枚沾有露水的枫叶。哎呀，别了，快去！难怪会有那首民谣。说不定无涯就是死于封魂白骨砂。这迷迭香，莫非是催命倒计时？那个女鬼是要取我们的性命啊！难道插入迷迭香的是媚丹枫？究竟是何人所为？眼下只剩下一炷香的时间，我们还不知道凶手和下一个目标会是谁。大堂漆黑之时，众人乱作一团，因此很难断定个人所在方位。即便是杜大人，也未必是刚出现在大堂。而且杜大人触动兽骨，是意在取下迷迭香，还是引出媚丹枫的画像，一时也是个谜。
正说反说，都是这个杜大人嫌疑最大。为防万一，我先出去应急他。张昭小心。嗯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追究根源，那对贼母女是关键人物，不如我们先去问问他们。走。包公子，我都等您快半炷香了，您要再不出来，我生怕您再死一回。呸！什么叫再死一回？那先前的是无涯。啊，对对对，瞧我这破嘴，我是担心这下一个送命的不会是我吧？你若没做亏心事，何怕鬼敲门？我做了呀，而且我认真的算了算，当真数不过来。毕竟您知道，这小二可是件美差，小偷小摸挖墙角，蹭吃蹭喝亏不了，还能瞧遍美人笑。那媚丹峰不会因为这些就盯上我吧？你既有这功夫担心，不如去对着媚丹峰的画像拜上几拜，保准灵验。真的？真的。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？我呀，已经盘算好了。咱们总不能一辈子做贼，不如趁着我还年轻貌美，早早找个长期钱袋子绑着。哎，我看那公孙策就极好。哈，男人就那么回事儿。南姑娘在吗？在下公孙策，有事请教。哎呀，你的钱袋子。斯文俊秀，难怪这般招人。倒也是个年轻力壮的。都进来吧，请进。稀客呀，不知几位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我们过来是想问问，两位为何偷阿策的银票和符票啊？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捉贼捉赃的道理懂不懂？再说了，你们不是已经找到了丢失的钱财？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给包拯的？我怎么会给他写信？我看起来像是那么清新脱俗、品味别致的人吗？那看来南姑娘的确不知书信之事。不过，你们两位故意偷走银票和符票，将我们引至此地，又轻易将其归还，这分明是另有图谋。在下过来只是想问问，二位究竟是意欲何为啊？年轻人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凭什么说我们是不轨之徒？偷东西不算什么大事，但见血封侯标上可沾着人命啊！恐怕那位上官将军很有兴趣知道二位的前尘影视啊。
杜大人，咱们那个事情可是保证他们。哎，江玉湖。小兄弟，都看谁呢？我没有，你又喝多了吧？在下有件烦心事儿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讲呗，左右烦的又不是我。男有乔木不可休死，汉有游女不可求死。倾慕佳人20载，如今她却即将嫁与旁人，你说我还能反败为胜吗？你这是要回乡抢亲啊？可不，算了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本少侠还懒得懂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确实有人出钱，让我们引诸位来到这里。这么说，为了将我们引入无极客栈，你们倒是煞费苦心。那到底是谁指使你们？你们可知江湖上有个赏金榜？我知道，任何人都可以出钱在榜上散播消息，发布任务。若有人想赚这笔钱，便可接下任务，替雇主完成。不错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在赏金榜上接了任务，从头至尾，雇主都不曾露面。哎呀，这赏金榜上平时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活儿，我们只当趣闻看，那是碰都不敢碰的。只是这一次有人出重金，只为了引2个书生到这家客栈，那可是白送的银子，傻子才不干呢。你们既早已识破无涯的诡计，那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？这我们……杜大人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包大哥，这不可能，根本没有人进过这个房间。这是媚丹峰。身上不见明显厮打痕迹，死前应未曾反抗。溃裂症状与无涯相似，亦是中毒所致。不对，不是中毒，是封魂白骨杀。这症状和何二说的一模一样啊！刚才那声鬼嚎，一定是媚丹峰的。
小心有毒，是茶水，不是秋水。发生何事？这杜大人，谁干的？啊！真的有封魂白骨沙！胡掌柜，生者化白骨，魂散无影杀，复息绿林者，奉命必残杀。媚丹峰。你捡了什么东西？我只是见这绳子好看。说，是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？是我。可是当时房门紧闭，根本没有人出入。我一推门就看见这样。杜大人死之前，我就看见你在附近转悠，不会是你干的吧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与杜大人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杀他？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外面，根本就没有进来过。我看你才可疑，盘下一家闹鬼的客栈开黑店，现在出了事情，全把责任推给一个小孩子，黑心肝，丧良心。你胡说！我做的可是正经生意，倒是你，南天竺臭名远扬，人人喊打，在这里装得像个好人家的姑娘，当谁不知道你那点事儿？怎么，我踩着你狗尾巴了？你若不是心虚，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南天竺名声再臭，也不及你嘴巴臭。你以为留着撇八字胡就是胡掌柜了？我看你就是那臭水沟里的胡咧咧。我要是胡咧咧，你就是南天贼！都给我闭嘴！从现在起，本将军接管客栈，在没有查出凶手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血魂林。你二人，跟我来。是。夫人，我们也快走吧。我刚刚一直在附近，我就是想不通，杜大人是怎么被杀的。别想了。你不去上官将军那儿了？去，马上就去。不疾不徐，又是一炷香。看来，齐仙人开始亲自出手了。走吧，上官将军还在等着我们呢。
包拯、公孙策，早听闻你二人才智过人，仅用3日便破了太和壁一案。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寻常。将军过誉。学生不过一介凡生，将军圣谕，学生愧不敢当。先不必忙着自谦。自你等入驻客栈不过半日，2场命案便接踵而至。暂且不说你和那无涯有无猫腻，然科举在即，考官突然命丧客栈，此消息若是传出去，必将惊动朝野。你们这先锋起浪的本事，可不是非同寻常吗？学生惶恐，自始至终，学生对客栈之事一无所知。一无所知？呵呵，本将只是想不通，偌大的一个应天府，你和你那赝品怎么就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竟搭着伴儿赶到这小小客栈凑热闹？你们俩倒是过足了戏瘾，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假脸，结果把杜大人给唱死了。将军息怒，我等来客栈实属偶然，只因学生浮标被偷，不得已才追往至此。回将军，无涯此时忽然面目溃烂，也是在于我之前便已中分魂白骨杀，显而易见，凶手欲借媚丹峰一事混淆视听。学生认为这其中必有隐情。哦，你们是怀疑凶手和媚丹峰有关系？案发仓促，眼下尚不敢妄断。不过学生愿尽全力，助将军来查明此案。你们虽有几分破案的头脑，但此时了了，往后未必佳。你们身为学子，便应沉下心来读圣贤书，破案之事自有该做的人去做。心要用在正道上面，将来才有本事为朝廷尽忠。我希望你们2位切勿插手此案，莫辜负了天赐灵慧。是，将军。是。既然他夸你们非同寻常，心里应该是赞赏的吧？阿软姐姐，这叫客套话。也不一定是客套话吧。要不是某人非同寻常的黑，怎会被人轻易就伪装的面目全非啊？黑怎么？我心里白着呢。好好，你白，我黑，好吧？我这就回房把这身黑洗掉去。姐姐，来吃。醒醒，你醒醒！何儿，何儿，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我猜您就得叫我，公子是想打赏我吧？您俩一看就是有良心的。我看你把那个赏字去掉了，这个酒鬼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沈公子啊，您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？大爷我就懒得叫了，我叫你祖宗还不成吗？哎呀，沈祖宗！这是哪儿啊？在下公孙策，兄台适才进错房间了。可不是嘛，就因为您走错房间了，我刚挨了水夫人一巴掌，这会儿又招一顿骂，我都冤死了。嘿，我可没骂你啊！怎么没骂？您刚才都要打我了。你这小孩怎么说反而就反而啊？对不住，是我对不住，我这就睡酒觉去。兄台是无房可住吗？怎么没有啊？他那房间好着呢。
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？我跟你说，那房间啊，刚无缘无故丢了人，啊，还闹鬼。不是，您别信他的，他这酒还没醒呢。若依着他，这整个客栈里就没有不闹鬼的房间了。老朽见几位像是读书之人，莫非是进京赶考啊？正是。老朽还是奉劝几位，在此歇一夜，明日尽快离开吧。为什么？前不久啊，有一位从沧州过来的翰林学士袁大人，刚在对岸的林子里失踪了。传闻是中了风魂白骨沙。你们所说的失踪之人，可是翰林学士的袁大人？正是。听说自他失踪之后，那房间便一直闹鬼。哎呀，反正当下就剩1间房了，您爱住不住？我不住，我还得留着命回乡抢亲呢。爱谁住谁住。兄台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俩换房住址，可好？公孙兄此话当真？绝对当真。在下沈寒，多谢公孙兄。沈兄不必客气，我这就拿行李去。哎，要我说，您可真傻。我还有要事，我得喊大伙儿用膳了。孟老板，孟夫人，戌时之后厨房就熄火了，二位用膳要尽早。啊，知道了。南姑娘，戌时之后厨房就熄火了，您用膳要尽早。好嘞。哎。谁呀？上官将军，是我。戌时之后厨房就熄火了，用膳要尽早。知道了。包公子，展少侠，戌时之后厨房就熄火了，用膳要尽早。好，知道了，多谢小二哥。您客气。包大哥，二人姐姐，咱们快去吃饭吧。那走吧，先去找下阿策。好。走。银主馆，公孙大哥，没错啊，是住这间。啊，公孙大哥定是在房中沐浴呢，我这就去给他个惊喜。哎，陈少，嘘，公孙大哥，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
怎样揭开迷离的真相？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。蓄着力气，我便步步推理，案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昂昂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伤。